好，大家好，我是小白。这个影片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用 Python 的一个第三方模组，叫做 OpenPyXL 来自动化的操作 Excel。所以如果你是常常需要用到 Excel 的人，这个影片可能就非常的适合你哦。好，那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OK， 那先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学过 Python 的话，可以先去看我放在说明栏里面的 Python 教学影片哦。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第三方的模组，叫做 OpenPyXL， 所以我们先来安装它哦。直接在 Terminal 里面输入 pip install OpenPyXL。好，安装好之后，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哦。直接把它引入进来，然后执行。可以发现没有发生任何的错误哦，那就表示我们真的安装好了。那这里我们不需要把整个模组都引入进来哦，只需要用到里面的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写 from OpenPyXL import workbook， 然后还有一个是 load workbook。那这个 workbook 就是 Excel 档案的意思哦。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读取一个 Excel 的档案，可以这样子写 load workbook，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就可以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我们想要读取的 Excel 档案它的路径哦。这里我已经准备了一个 Excel 档案，它是跟我们这一支 Python 档案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哦，所以呢，我里面就可以直接填上它的档案名称 excel.xlsx。 好，那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 OpenPyXL 它只支援2010年以上的 Excel 版本哦，所以如果你这边的 Excel 格式，你的 Excel 档案格式是在2010年以前的，那它可能就会出错哦。好，小小的提醒一下大家，那这里我把它放到一个变数里面，叫做 WB， 也就是 Workbook 的缩写。那我们现在已经读取了 Excel 档案之后，还要告诉它我们要使用哪一个工作表哦。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xcel 的档案哦。好，那它是长这个样子哦。我在里面已经先填入了一些资料。那看到左下角，它有一个工作表1嘛，在一个 Excel 的档案里面可以有很多个工作表哦，所以现在已经读取了这个 Excel 档案之后，还要告诉它我们要使用哪一个工作表哦。因为现在这里我只有一个工作表嘛，所以呢，我先用预设的就可以了。那我们要读取预设的工作表，就写 wb.active， 也就是说我们一打开这个 Excel， 它是在使用哪一个工作表，它就会选择用哪一个哦。好，那一样我也把它放到一个变数里面，叫做 ws， 也就是 worksheet 的缩写。好，那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看看哦。执行。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这个 ws 它是一个 worksheet， 也就是一个工作表，那它的名称叫做工作表1。OK， 也就是现在正在使用这一个工作表哦。好，那它已经在使用这个工作表了嘛？如果我们想要读取里面的资料，假设这个177好了，那要怎么写呢？这个177它是在 B3 的栏位嘛，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写 WS， 然后一对中括号，那在里面写上你想要读取的那一格，它是在哪一个栏位哦？那它的栏位是 B3 嘛，所以这里我们就写 B3。好，执行。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这个 WS， 然后 B3 是一个 cell， 也就是这个一格一格的，就是一个一个的 cell 哦。然后呢，它是在工作表1里面的 B3 这个位置哦。好，那我们想要读取它里面的资料，我们就写一个点 value， 执行。可以看到它就告诉我们这个里面的资料是177 B3 嘛， B3 就是177哦。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 A5 好了 ，A5 这一格的资料，那我们这里就写 A5， 好，执行。它就告诉我们 A5 是小蓝。那再来，如果我们想要修改里面的资料，假设我们想要把 A5 这一格把它改成小灰好了，也就是我们想要把小蓝改成小灰，那可以怎么写呢？非常简单哦，我们就直接把刚刚读取资料的写法，然后后面加上等于，以及你想要把它改成什么。所以这样子写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想要把 A5 这一格它的值改成小灰哦。好，那执行成功了。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发现，明明执行成功了，但是 A5 这一格还是小蓝它并没有改成小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做了修改的动作，但是并没有把它做储存哦。所以没有做储存的话，它就不会真的修改上来哦。OK， 如果我们要做储存的话，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 WB 点 save，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在这对小括号里面要写上我们要储存的档案名称，这里我就直接把它复制上来。好，再执行一次。发现它出错了。那为什么会出错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开启这个 Excel 档案当中哦。如果我们在开启这个 Excel 档案的状况下，要做这种更改的储存，它会发生冲突哦。所以呢，要先把它关掉。好，那再执行一次。就执行成功了。那我们再把它打开来，可以发现 A5 它就被改成小灰了。OK， 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的工作表不止一个，假设我这边再多新增几个，有工作表1、2、3、4。好，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现在有哪些工作表的话，可以这样子写 WB 点 sheet names。OK， 这样子写，它就会回传现在所有的工作表的名字给我们哦。那我把它印出来，执行。它就告诉我们现在有工作表1、2、3、4哦。那如果我们现在不想要用预设的工作表，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写哦 ，WB， 然后一个中括号，一对中括号，然后在里面写上你要用哪一个工作表。假设我现在要使用工作表2，那我就在这边写工作表2。好，那我再把它这个 WS 印出来一次。它就告诉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 worksheet 它是工作表2哦。因为呢，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工作表2嘛。OK， 那如果我们要创建工作表的话，也可以这样子写哦。我们可以写 WB 点 create sheet， 然后加上你的名称，看你要创建的工作表名称叫什么。假设我写一个 QQ 好了，然后创建完之后，我再把所有的工作表印出来 ，WB 点 sheet names， 执行一次，就发现多了一个 QQ 咯。那我们打开这个刚刚的 Excel。可以发现还是没有多这个 QQ 嘛？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储存哦，所以它不会真的修改上来。所以如果我们要这个 QQ 也新增上去的话，要在后面做一个 WB 点 save， 然后把它贴上来。我们执行一次 ，OK， 一样发生错误，因为我没有把它关闭哦。好。再执行一次，执行成功了。那我们再把它打开来看看哦。可以发现这里就多了一个 QQ 嘛。OK，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了解了怎么样去读取 Excel 的档案，
然后怎么样选择我们要用哪一个工作表，或是你要创建工作表也可以，以及我们要怎么样读取里面的资料，或是修改里面的资料哦。好，接下来如果我们不是想要读取 Excel 档案，我们想要自己创建一个新的，那可以这样子写 workbook， 然后一对小括号，这样子写就是创建一个 Excel 的档案哦。然后呢，把它放到变数里面，一样要告诉它我们要使用哪一个工作表哦。这边我就用预设的就好了。好，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工作表的名称改掉哦。假设我想要把它改成 QQ 好了，那我们就写 ws.title 等于 QQ。OK， 那这样子它就会把这个预设工作表的名称改成 QQ 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把格子里面的资料填上。假设我想要 A1 是123啊，然后 A2 是456啊，等等的都可以，这里我就不填了。那最后当然我们要把它做储存的动作，也就是 wb.save，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就可以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我们想要把这个 Excel 档案叫做什么名字哦。我叫它 new Excel 点 xlsx。 好，那我们执行。可以发现它就多出了一个这个 Excel 的档案嘛。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可以发现这个 Excel 档案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哦，它叫做 New Excel。然后呢，我们把它的工作表把它名字改成 QQ 嘛，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QQ 咯。好，那接着呢，如果我们想要一次新增一横排的资料好了，那可以这样子写哦 ，ws.append，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我们可以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一个列表哦。假设我写的是一个123456789 好，所以呢，这一整串的意思就是创建一个 Excel 档案，使用预设的工作表，然后把工作表名称改成 QQ， 接着新增了一横排的资料123456789，最后把它储存成这个名字哦。那这个名字我们刚刚已经有用过了吗？已经创建了一个 Excel 的档案，它的名字也是这个嘛。所以我们现在又创建一个新的 Excel 档案，又把它储存成这个名字，它就会直接覆盖掉我们原本的这一个 Excel 档案哦。好，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执行成功了，再把它打开。那原本的这一个 Excel 档案它就被覆盖掉了，覆盖成我们新创建的这一个。那我们有新增一横排的资料嘛，我把它放大一点。123456789，也就是这个列表哦。然后也有把它的工作表名称改成 QQ 嘛 ，QQ。好，那如果我们想要新增很多横排的资料，就多写几个哦。那这里我也可以再多几个啊，假设我再多一个这个55，多一个66，多一个77。好，那我们执行，接着再把它打开来看看。就可以看到它多了这个4个横排的资料哦，4个横排的资料，然后有556677、556677。OK， 那接着呢，如果我们想要读取一个范围的资料，假设我们想要读取 New Excel 它里面这一个范围的资料，那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槽状的 for 回圈来读它哦。那这里我先把这个 workbook 把它改成 load workbook， 然后我们要读的是这个 new Excel 嘛，把它贴进来。那把这个 title 也删掉，把这个 save 也删掉。好，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槽状 for 回圈嘛，我们写 for row in range， 先读它的每一个横排。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几个横排，还有1、2、3、4， 4个嘛。
所以这里我们写1.5，接着我们写 for column， 也就是每一个直排 col in range。那它的每一个直排，它有1、2、3、4、5个，所以这边我们写1.6。好，那我们希望这个 for 回圈里面是这样子跑嘛？它先去跑 A1 这一格，然后跑 B1 这一格，再来 C1、D1、E1，也就是第一个横排嘛 ，A1、B1、C1、D1、E1，然后接着就是跑 A2、B2 嘛，以此类推嘛。我们希望这个 for 回圈是这样子跑。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哦，所以把它引入进来。我们写 from open Excel 点 utils import get column letter。好，那我们在 for 回圈里面就可以这样子写哦。我们写 char 等于 get column letter， 然后里面把这个 col 传进去哦。这个 column letter 它里面需要这个小括号里面需要传入一个数字哦。假设我们里面传的是1，数字1，那它就会回传给我们第一个直排它的英文字母哦，也就是 A。所以我们传2，它就会回传 B 给我们。我们里面写3，它就会回传 C， 以此类推哦。4就是 D， 5就是1哦。所以呢，我们现在把 col 也就是我们的直排的这个数字传进去，那它就会回传字母给我们嘛。那下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读哦。我们写 ws 中括号，然后 char， 因为现在这个 char 就是代表着每一个直排的字母嘛，然后加上我们每一个横排它的数字，也就是 str， 把它转成字串的这个 row raw。 好，那把它印出来看看哦。可以看到它就从 A1、B1、C1 然后一路读到了 E4 哦，也就是先读第一个横排，然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哦。好，那如果我们要取值的话，就在后面加上点 value， 那它就会回传每一个格子里面的资料给我们哦。可以看到第一个横排是1、2、3、4、5、6、7、8、9、0空白嘛，所以就是1、2、3、4、5、6、7、8、9、0 none 哦。好，那接着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子写，把它等于，假设我们把它改成它的格子名称好了，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写。那最后一样要把它做储存的动作哦。好，把它贴上来。那因为要做储存，所以呢，我把它先关掉。好，执行。OK， 那我们再把它打开来。就可以看到它的资料就被改成它格子的名称了 ，A1、A2、A3、A4 哦。OK。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读取或是修改一个范围的资料哦。好，那再来，如果我们想要合并格子，像是这个样子哦，选取一个范围，然后把它合并起来，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格子哦。如果我们想要做这样的动作，可以这样子写 ws 点 merge cells，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就可以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我们要合并的范围哦。假设我这里写的是 A1 到 E1， 那我们就写 A1 然后冒号 E1 哦。A1 在这嘛，那 E1 在这嘛，所以我们的范围就是这个样子哦。好，那因为这边有做修改，所以要做储存。那要做储存的话，我就先把它关闭哦。OK， 执行成功了，再打开来看。可以发现 A1 到 E1 就被合并成一个格子了哦。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它恢复原状的话，可以写 ws 点 unmerge cells， 一样写上我们要回复的范围 A1 到 E1，
那一样我要先把它关闭哦。好，执行，再打开来。可以看到 A1 到 E1 它就恢复原状了哦。只是呢，我们原本的资料它并不会恢复哦。OK， 好，那接着呢，如果我们这边写的是 E2 好了，那也就是范围是 A1 到 E2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再打开 ，OK， 可以看到 A1 到 E2 这个范围，它就被合并成一个格子了哦。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merge cells 跟 unmerge cells 来做合并格子的动作哦。OK， 那如果我们想要做插入一个横排或是插入一个直排的动作，像是这个样子哦。如果我们想要插入一个直排，像是这样，或是插入一个横排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写 ws 点 insert， 假设我们插入横排好了，就写 insert rows，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就可以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我们要在第几个横排做插入哦。假设我写3，那也就是在第3个横排做插入的动作。那因为这边有做改变嘛，所以要储存。那要储存的话，我先关闭哦。好，执行。成功了之后，我们再把它打开来。可以看到，我们就在第3个横排做插入的动作了嘛。那如果我们想要在第 B 个直排做插入的话，一样哦。这边我们就写 insert， 只是把它改成 cols， 也就是 column。那这边我们不能这样写哦，不能写第 B 个直排这样，我们要把它换算成数字哦，也就是写2。B 的话就是2，A 的话就是1，C 的话就是3哦，D 就是4，以此类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第 B 个直排做插入，就写2哦。好，一样关闭，再执行，再把它打开来，可以看到。这边第 B 个直排，我们就做插入的动作了。那我们可以插入，当然也可以删除哦。所以如果我们这边写的是 delete， 然后 colons cols 2，也就是删除第 B 个直排哦。好，再执行，打开来，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插入的那个直排就被删掉了哦。那一样，如果我们要删除的是横排，这个第3个横排的话，那就写 delete rows。那刚刚是说3嘛，所以我们就 delete rows， 然后3，执行，再把它打开来，它的第3个横排就被我们删掉了哦。OK， 那当然，如果你要这边，如果你想要一次插入很多个直排很多个横排，那你就多写几个哦。insert rows 3 3 3 3，那我们就一次插入4个横排哦，这样也可以。那你要删除很多个，也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写很多个哦。好，那我这里就不示范给大家看哦，大家就自己去玩。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insert rows 或是 columns cols 来做插入直排或是横排的动作。那也可以把它删除掉哦。OK， 好，那接下来如果我们想要移动资料，像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想要把这边的资料让它往右下角移好了，移到这里，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写 ws 点 move range，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小括号里面的第1个参数呢，我们要写上要移动的资料它的范围哦。那我们这边是要移动 A3 到 E4 嘛，这个范围，所以我们就写 A3 冒号 E4。那接着呢，我们要告诉它我们的横排跟直排要怎么移动哦。我这边写一个 rows 等于2，也就是说我们的横排要往下移2格哦。
那你也可以写负的，写负2的话就是往上移2格的意思。好，那这边再写一个 COLS， 也就是直排。如果我写2的话，也就是直排要往右移2格。那一样可以写负的，写负的话就是往左移2格。那我们写22就是往右移跟往下移各2格哦。好，那一样我先把它关闭，再执行。执行完了之后呢，再把它打开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范围的资料，它就往右边跟下面各移2格了。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move range 来移动资料哦。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哦。假设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资料，那这个资料里面存放的是5个人，他们的各自名字、身高、年纪跟体重。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5个人的资料写到一个 Excel 的档案里面，像是这个样子，5个人他们各自的姓名、身高、年纪跟体重。那最后呢，我们还把他们5个人的身高、平均身高计算出来，平均年纪还有平均体重都计算出来哦。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OK， 一样一开始哦，我们先创建一个 Excel 的档案，然后呢，接着要告诉他我们要使用哪一个工作表嘛。那我就用预设的 Active。那接着我们要先把第一个横排，也就是这个标题，姓名、身高、年纪跟体重，先把它写进来嘛。所以我们创建一个列表，叫它 Title。那它是姓名、身高、年纪，最后是体重。OK， 然后呢，大家应该也记得吧？我们直接把这个列表 append 进来，那它就会直接写在第一个横排了嘛，就会直接写在第一个横排。那接着我们要把这5个人的资料写进来嘛，所以呢，我们用一个 for 回圈去跑它，去跑这个 data， 因为这个 data 它是一个列表嘛。那这个列表里面它有5个字典，每一个字典都是代表一个人嘛，所以我们用一个 for 回圈去跑 data， 那这个 person 呢，它代表的就是每一个字典，也就是每一个人哦。那取得了每一个字典之后，我们是要得到里面的值嘛，我们要 name 的值，我们要 total 的值， age 的值，还有 weight 的值嘛，也就是小白、180、23跟74嘛。然后把这个值写成一个横排嘛，小白、180、23跟74。那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哦，我们写 person 点 values， 那这样子写它就是把这个字典里面的每一个值取出来哦，然后我们再把它转换成一个列表。那这样子做它就相当于会变成这样哦。我们拿第一个字典来当例子，它就相当于会把里面的值全部取出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列表，把它转换成一个列表，180、23跟74， 180、23跟74就相当于会变成这个样子哦。OK， 所以呢，它已经变成一个列表，那就简单了嘛，我们就直接把它 append 进来。OK， 那这样就完成了嘛。那最后一样，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wb 点 save。那这边我把它叫做 data 点 xlsx。好，执行。执行成功了。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哦。好，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然后呢，比对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就把标题，然后还有5个人的资料都写进来了嘛，应该是没有写错嘛。好 ，OK， 应该是没有问题哦。接着呢，我们就要去计算这5个人的身高、年纪、体重的平均嘛，也就是下面的 168.4、35.4还有 74.6。那其实这个 168.4 哦，我们并不是真的把值 168.4 写在这个格子里面哦，对它点2下，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里面写的是一个 Excel 的公式哦，我们写的是等于 average， 然后加上一段范围哦。那这个 average 它就会去计算这个范围内的值，它的平均哦。这里写的是 B2 到 B6 嘛 ，B2 到 B6， 它就会计算这个范围里面的平均。所以呢，这边一样哦，我们就不需要真的去把这个平均值写在上面哦，我们只要把这个公式写进来就可以了哦。OK，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写。那这边我再写一个 for 回圈，让它去跑每一个 column 哦，也就是每一个直排。那这边我们是希望它从第 B 个直排，然后跑到第一个直排嘛，也就是跑 B、C、D 三个直排，也就是2、3、4哦。所以呢，这里我们写 range 2.5，然后一样要用到我们之前教的 get column letter 哦。我们写 from open pyxl 点 utils import get column letter。那我把这个 data 收起来哦，比较不会这么乱。然后这边一样，我们就写一个 char 等于 get column letter， 然后把我们的 col 传进去。那接着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啦 ，ws char 加上我来看一下是第几个横排哦，是第7个嘛，所以这边我们就加一个字串7。那这样子写的意思就相当于它会跑过我们的 B7， 然后 C7 跟 D7 嘛，对不对 ？B7、C7 跟 D7， 也就是我们要填的这3个资料它的位置哦。OK， 好，那我们要让它等于 Excel 的公式嘛 ，Excel 的公式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哦。这个等于 average， 直接把它贴上就好了，复制贴上。那因为这边我们的每一个直排要随着回圈去做改变嘛，所以我们这边不能写 B 哦，要写 char。那这个也是 char char。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字串里面写变数嘛，所以我这边用 F 字串 F string 哦，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一个大括号，这样就可以在字串里面使用变数了哦。那这个2的话，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字串的相加，这边也是把它加上6。OK， 有什么问题呢 ？OK， 那这边我把它改成单引号哦，有单双引号的冲突。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哦。我们再把它执行一次。那因为呢有修改到，所以我先把它关闭哦。好，执行，执行成功了。那我们再把它打开来，可以看到这个平均值就计算上去了哦。那一样，我们是用 Excel 的公式来写这个平均值哦。好，那再来，我们还要把这个标题的地方变成粗体字嘛，因为可以看到这里的标题是粗体的嘛。那要怎么做呢？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另外一个物件哦，所以我们写 from open pyxl 点 styles import font， 我们要引入这个 font 物件。那我们下面就可以这样子写哦。我再用一个 for 回圈去跑过每一个 column， 也就是每一个直排。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要从头跑到尾了哦，所以写 1.5， 一样，我们把这个 char 等于 get column letter， 然后 col 传进去。那这里我们就写 char 加上字串1。为什么是1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把这边的 A1、B1、C1 还有 D1 它们的文字改成粗体嘛，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写就是它会跑过 A1、B1、C1 跟 D1 嘛。然后接着我们把它的 font 等于 font 这个物件，
然后我们把 bold 设定成 true， 那它就会变成粗体字了哦。好，一样，我先把它关掉，然后执行 ，OK， 然后再把它打开来，可以看到就变成粗体字了嘛。好，那接着如果你也想要改变颜色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多一个 color 哦 ，color。那它可以填的值呢，我们可以到网络上面搜寻 OpenPyXL， 然后点进它的官方，在左边这一栏呢，我们可以找到 Working with Styles。好，那这边它就有详细的解释我们可以怎么写了哦。我们找一下颜色哦，颜色就在这里哦，你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颜色。假设我想要把它改成蓝色好了，那我就复制这个蓝色，好，把它写进来。那一样，我先把它关掉，然后执行。好，接着把它打开。就可以看到文字的颜色就变成蓝色的咯。OK， 那我们这个用 Python 去操作 Excel 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咯。当然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介绍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到这个 OpenPyXL 的官方来学习一下哦，这边它都有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那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啦，拜拜。